大家久等的林国民图录目前已经收到了，如果有需要的，请直接向客服联络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帝。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，首先在重庆成立了军政府，并以汉字旗为代表。在1912年的4月由成都造币厂开始发行四川军政府1元银币，一直发行到1924年停产，又在1927年恢复生产，又称新汉字大洋，也称大汉银币啦。汉字银元中间的花式是芙蓉花，采用的是四川通用的97平法，只有相当于库平7钱1分。由于四川军政府各军阀斗争的情况下，导致币制混乱，与小头船洋一起通行全川军政府币最大的版别分别有成都厂、重庆厂。在耿爱德的文献资料上显示成都厂的铸造量约6000到7000万枚，重庆厂大约100到200万枚。数据上确实无法考究啦，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参考的是 PCGS 的评级数量。很多人拿大头小头船洋四川军政府做比较，因为他们都是市场能见度最大的。我们把评级数据截图下来放在一起看，是综合所有军政府的版别的数据，好像 PCGS 没有给四川军政府分版。军政府的总数量是18000枚，接近于大头8年的数量1万。但是我可以说军政府该有的数量一定是远远不止这些啦。大家可以看到军政府的品项大多落在 XF， 能上 UNC 的数量开始明显的下滑很多，64的只有16枚，65的也才1枚。说明一点军政府品项差的占绝大部分嘛。所以市场上一些普通品项的军政府价格上不太高，送评的意愿上就比较低咯。反观大头8年只要能入盒，卖的价格都很好，送评的意愿就比较高。所以军政府好的品项呢，能见一个收一个，觉得是长期投资之道这不能教，没有，大家不要，大家忘了吧。现在介绍钱币表面都有什么东西呢？正面是军政府照，中间一朵漂亮的美丽的芙蓉花。讲版别时通常是称中花比较易懂另一面有着中华民国元年，虽然是标示元年制造，但其实军政府是分好几个年份分批生产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版别嘛。中间有个大大的汉字，很多拳友直接就称这枚银元为汉字。你要是去一家钱币店说老板这枚民国元年四川银元1元，马上就露出外行的马脚。你应该说老板汉字怎么卖？这句话一出老板心里肯定觉得你是玩银元的。再来，这里有10个圈代表着上汽与十环传奇当时在四川拍摄的这里是18个圈OK， 反正12点钟方向往右数的第一个圈称第一圈，最下面这个是第9圈。中间有个经线、纬线，经线分别有上下2个部分，纬线有左右2半部。这些线听说是拿来计算铸造时间的方式。老实说，我还没有数过啦。这里有一枚听说是史上最多经纬线的汉字，与普通汉字比较一下是这个样子的。刚刚说的四川军政府有2大版别嘛，重庆同源局版，还有成都造币厂版。要从国与民字区分的，国与民字呢都有一点，民在右上角，国框内呢的右上角，这个就是成都版。第二呢就是国跟民都没有点，也是成都版都有点的都没点的都是成都版。而重庆版呢则是国有点民没有点，不过成都厂也有一样国有点民没点。区分上在国的点上，成都厂是与外郭相连的，或是比较标准的45度角倾斜，而重庆版呢是这样有点接近竖点，但不是完全竖名字比较一下，比较明显的是下方的这一个勾重庆版的是比较细长的，成都版是比较肥肥的。能分出2厂的不同接下来2厂应该都有自己独家的版别。首先重庆厂2毛版，也就是在第9环里面能发现经线往下穿出内环，分别有几种穿法
数目是从左至右的，大部分发现的是3、4出虚、4、5出虚、5、6出虚。3毛板4、5、6一起出虚，几毛几毛就是指这个出虚的数量。3毛板，3横背板通常都是出现在2毛的板别之中啦。一元的元字里面的背有明显3条横杠，普通的背是2条横线嘛。大点金板，也就是银字里的金字，左下的点与本体没有连接着，这就是有名的大点金板。大点金板分别有配上点年、下点年、竖点年、右2毛板，就是第7环里面有出虚啊。再来说说成都板，比较有名的有3笔圆板。首先检查一下国名都有点。所谓3笔画的圆字啊，就是书写用3笔画组成的圆字，1、2、3这样子。与正常的圆字啊比较一下，正常是4笔画嘛，这个板会搭配着4横金，金字下面这2个点连成一条线，看起来像一个横笔。OK， 长腿明板，国名都有点，然后呢，看过来这个明的最后一笔，这个腿啊有够长的，有点像伸出脚来要绊倒人一样。与正常的相比看看，其他板别还有分水汉，汉字这一笔啊与本体不相连，与普通的比较一下，很明显。然后还有一种是军阀板，军阀板最有名的是安雅造币厂出的安雅板，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在银字的右上角往上勾，有点像手肘往上的感觉。再来就是造字的这一竖啊，有点像流大鼻涕一样，有点像蜡笔小新里面的阿呆，有没有？然后河川板的币字啊有一个独家特色，隐藏的这里有一个牛角，河川造币厂的肥川板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这个川比人家胖嘛。好的，其实今天讲的四川军政府的板别只是冰山一角啦，只是挑几个比较热门的来讲。那更深入的学者专家呢，甚至可以靠经线纬线的数量来判断哪个时期的哪个板。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可以研究看看哦。好的，这次民国元年四川银币1元板别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哦，感谢大家多多利用。